平时很喜欢说话，也很喜欢表达观点的叶长敏，这一会儿一直本本分分地为众人泡茶倒茶，基本上没开口说过话。他的眼神总是忍不住看向林晚秋，越看心里越是羡慕。看人家那个样貌、皮肤、气质以及满脸健康、胶原蛋白的感觉，他感觉自己变成了丑小鸭，甚至一度不好意思抬起头来。在看自己泡茶时，已经明显开始有些许苍老的双手。虽说自己平日里也很注重保养，但是皮肤这种东西，即便再怎么保养，它依旧敌不过岁月的侵蚀。即便平日里十指不沾阳春水，可是年近50的叶长敏，那一双手还是有了明显的干涩和皱纹。再看林晚秋端起杯子时，那一双柔嫩如少女般的玉手，他更是感觉自惭形秽。林晚秋一直觉得好奇，因为他印象中的叶长敏表现欲一向极强，而且极其自我，当年就是整个燕京最泼辣的大小姐。可是万没想到，此刻的她竟然主动为众人做起了泡茶的服务，而且一直安静的有些诡异。林晚秋面前并没有镜子，所以她不像叶长敏那样可以时刻看到自己这张年轻了20岁的脸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她并不知道叶长敏为什么如此安静。男人们在谈事情的时候，她本身也不愿插嘴，所以便好奇地悄悄打量起了叶长敏。某一个瞬间，两人四目相对，因为意识到互相都是在偷偷打量对方，所以彼此都有些尴尬。尤其叶长敏眼神交汇时，他看到了林晚秋的眼角，这是女人最害怕的区域，也是皱纹最先长出来的地方。可林晚秋的眼角却嫩得如水豆腐一般，饱满平整，看不出任何皱纹和瑕疵。叶长敏心里羡慕极了，又觉得自己与人家差距实在太大，于是便不自然地低下头去，最后的眼神之中竟带着几分自卑。林晚秋这才明白，叶长敏为什么一直悄悄地盯着自己看，原来是叶晨的回春丹为自己引来的关注。同为女人，她自然知道回春丹对50岁女人的诱惑力，叶长敏羡慕也是人之常情。只是一想到叶长敏是叶晨的姑姑，林晚秋也觉得有些坐立不安。叶长敏都得不到的丹药，自己刚刚服下一整颗，她觉得多少有些不好意思。只是这种事情她也做不得主，所以也只能尴尬的当作没有看到。叶长敏也不是傻子，他看到林晚秋那略显尴尬的表情，心里特别不是滋味，甚至都有些委屈的想哭。叶晨可是自己的亲侄子，怎么就跟自己搞得这么僵了呢？遥想当初被他扣在金陵出租屋里独自过年的时候，自己还一肚子委屈，视频里找老爷子哭诉。早知道这个侄子这么有本事，就算他让自己留在金陵，给马兰那个泼妇当保姆，自己也会心甘情愿，绝无二话。只可惜现在后悔已经晚了，自己失去了投资叶晨原始股的机会。不像顾家这一家三口，20几年前就已经投资了叶晨，并且无论中间发生了什么，都一直拿着原始股没有抛售。也难怪叶晨现在对他们一家人这么好。相比之下，自己这个姑姑反倒成了不受待见的外人。一念至此，叶长敏心中难得复盘起了自己的人生。从小娇生惯养，年少时不但父母娇惯自己，连二哥叶长英也一直对自己非常疼爱。后来二哥结婚，嫂子对自己也一样当成了亲妹妹。那时候的叶长敏虽然骄纵，但在二哥二嫂面前却乖巧懂事，从不说出格的话，也不做出格的事。其实他心里对叶长英和安承熙也非常崇拜，同时也有着强烈的依赖心理。他甚至觉得有二哥二嫂这对人中龙凤，自己这辈子肯定也会被他们保护照顾得很好。却没想到两人在最好的年纪双双殒命。自那之后，叶家一蹶不振，老爷子没什么心思对他特别关照，大哥也根本与他不亲近。很长一段时间，叶长敏在叶家忽然成了边缘人，而她自己的老公当年是二哥叶长英一路提携，也算是颇有成绩。可后来二哥去世，
老公也失去了更好的发展机会，这么多年也没表现出什么过人之处，让叶长敏对他也逐渐失去耐心。再看看现在的自己，叶长敏忽然觉得人生实在有些悲哀。其他几个哥哥依旧不把自己当回事儿，反而对自己处处提防。老爷子虽然有心照顾自己，但毕竟也年纪大了，又交出了家主之位，现在整个叶家的资源实际都是掌控在自己的侄子叶晨手里。可是这个侄子跟自己关系也不好，他不禁想起叶长英和安承熙，心里哀叹，要是我二哥二嫂还活着，晨儿他一定不会这么对我，要是我二哥二嫂还活着，他们也一定会像以前那样疼我照顾我，哪至于像现在这样没人待见。想得多了，叶长敏心中非常伤感，一个人低头坐在一旁，竟无声啜泣起来。老爷子叶中全饮完了杯中的热茶，见女儿没有续上茶水，便轻轻敲了敲茶台，开口道：长敏，给爸添点茶。叶长敏正低头垂泪，忽然听到爸爸叫自己，回过神来时也顾不得擦去眼泪，连忙说道：好的爸。说着就拿起茶壶过去为他添茶。叶中全这才看见自己的女儿已经满脸泪痕，眼睛通红，他连忙关切地问：长敏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哭起来了？其他几人听到这话，纷纷向叶长敏看了过去。叶晨也看到叶长敏通红的双眼，以及脸上厚厚的粉底被冲刷出的2道泪痕，甚至从他的表情上看出几许伤感与落寞。叶长敏见大家都看向自己，慌乱地用双手拭去眼泪，口中掩饰道：啊，没事没事，我刚才想事情呢。叶中全有些心疼，问他想什么了，都这么大岁数还能想着掉眼泪。叶长敏不知该如何说，便只能低头轻叹：哎，也没什么，就是想我二哥和二嫂了。说完心里更是委屈，眼泪夺眶而出，再也控制不住，简直泪如雨下。众人看得心惊，而叶长敏想到自己化了妆，一哭肯定把妆哭花了，本来在林晚秋面前就自惭形秽，这要是再哭化了妆，怕是更像小丑一般。于是他赶紧站起身来，慌乱地说道：你们先聊着，我去趟洗手间。快去吧。老爷子点点头，冲他挥了挥手。叶长敏慌忙逃离了现场。叶晨看着他的背影，轻轻摇了摇头。老爷子对叶长敏感同身受，看着叶晨轻叹一声道：晨儿，你姑姑这些年其实过得也挺不容易。说完又赶紧补充一句：当然，我说的是心理上，不是物质生活。叶晨微微点了点头，他这么多年漂泊在外，寄人篱下，人情世故，悲欢离合早就看过许多，又怎能不懂？